大家好，我是小易。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会展中心来看一下无人机展览。OK， 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里面真的非常丰富。我们原来看的都是一些大疆的完整方案，但是在这个展会上，你能够看到非常多的细节，比如说卖飞控的、卖吊舱、卖摄像头的。 还有很多农用机啊，或者说水下无人机，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网上看的那种水下推进器，两个按键按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出风，往前有一个推动的作用。这是一个查打一体的反无人机干扰枪。 可以查找无人机信号，还有一个大的电池包，是不是很酷炫？原来我只在新闻里看到过那种反制枪，我就觉得，哎呀，我只管黑飞，那起飞个100米没什么事儿。现场看了那些反制枪之后，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雷达帅呀，好像军用的呀。起重臂、履带，这可以去拆弹了。 我之前一直想象着无人机挂载军工武器会是什么样子的，没想到在这个展会上真的看到了。这是那个可以装载那个38毫米口径的那个电气发射器，只要你是38毫米口径弹药都可以通过这个发射。刚才不是看到的炮吗？这个是枪，放在这儿还可以火焰喷射、反恐抓捕，真的是太帅了。 无人机除了电池以外，还搞油电混动和增程器。看像这种可以装油电混动的。 哇，这个真的是越来越会玩了。这就是我们吉利的那个油电混动增程器，这是油转电，这个2中程2缸的发动机，烧的是混合油、汽油加机油。这个是一个进油嘴，我们这个增程器是个电喷的，然后油从这儿进，这个增程器是一套水冷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散热器、水排，这个是药箱、农林质保，这个下面是个油箱。这台机器翅膀展开要4米，可以载80公斤的农药，这个可以运用在新疆。 内蒙那些农业上，这个机械臂在3D 扫描，扫描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看到这个3D 建模。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想着就来看看大疆就行，一路上太丰富了。然后我们现在再去看看这个大疆和平时在商场里的大疆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之前见过 DJI RC Pro， 还有 DJI RC， 现在我们看到了网上盛传的 DJI RC Plus， 它和我的头一样大。 而且这个屏幕也超级大。刚才试了一下大疆那个测绘地图，我之前看影视飓风那期的时候，我是在想，他们把河南洛阳的老君山整个给测绘了一下，我以为是传统的照片拼接。 没想到用机器扫描一遍，因为他们有记录坐标，所以说后期也是比较方便的。这儿有一个无人机的基站，它能够给这个无人机充电，然后自动存放。我想这些功能为什么要需要一个基站呢？然后他告诉我一个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情，就是它能够远程控制的。比如说我人在深圳，然后这个东西在北京、在上海，我可以远程控制它，发射一个命令让它给起飞啊。如果运用到特殊场景的话，那作用特别大。大疆未来推出的机场和这个基站功能类似。 这个就是无人机的降落伞。不关我的事啊，不关我的事啊。在我们常规的飞机上也可以装上这个东西。如果遇到事故了，它就会应急启动这个降落伞的装置。如果是掉到水里的话，它就会弹起2个救生舱。无人机掉到水里，不是你掉到水里。如果无人机掉到水里，没人救。无人机掉到水里有人救。无人机掉到水里就有人救了。帅不帅？ 通过这个镜片反射，你就可以看到眼镜里的画面。这款新品两眼能达到4K， 单眼能达到2K 的分辨率。它就是一个 HDMI 头显，你可以连接家里面的 PS5啊或者 Xbox。如果是你加上这个遮光罩的话，它的显示效果会更好。如果去掉的话，你就能够看到现实的画面和投影的画面。像刚才那一款只能够头显，而这一款是内置的一个系统，安卓系统，它的成像也是通过反射。你看到的镜片的画面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地方反射过去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拍摄4K 高清素材。我试了一下，画面稳定性还可以，但是因为像素过低，所以说并不是那么高清。而这款的玩法跟我们普通的 VR 眼镜差不多，太精彩了。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还担心我一个文科生看不懂，实际上很多东西都通俗易懂，就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做什么的。之前我们只关注消费机，然后来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到很多农用机、行业机等等。不得不说，在无人机这一块，咱们国家确实是走在前列的。好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对无人机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播关注，我会持续更新一些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下期再会。